800米的助跑，为了要摸到更高的树梢。吃饭来不及好好嚼，唱歌跑调的话，吹口哨也好不了。把尾巴翘老高，遇到了烦恼随手抛，黑历史早晚会变成笑料。就算内心再煎熬，外表也要桀骜。永远相信，无论何时，总会有路可逃。睡醒一觉，就又是好汉一条。你要知道我很重要，战袍迎风飘，剑气里带刀，江湖里暗传我名号。打起架，缺了我你赢不了。你一定知道我很重要，愿陪你闯荒岛，为你藏马脚，背对背也可以传信号，绝地让你先出招。岁月燃烧，山水妖娆，当暮色到，当人变老，等细雨飘，在一起跳个水坑跺跺脚。明昭，我想死。去吧，三姐。是婆婆对我不好吗？不是。是她在外面有女人了吗？也不是。是我嫌弃她睡觉打呼噜吗？依然不是。是她嫌弃我睡觉磨牙吗？还是不是？算我的不是。你就说重点吧。昨晚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为什么不幸福。这回又是因为啥？因为不够爱。他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只是大家都没有说。如果不是因为两家的利益交换，我们只是陌生人。三姐这辈子已经这样了，但你不同，从小你就倔，性子还好。老三，你又回来哭，要哭滚回自己家里哭。要说狠，谁比得上二姐？还记不记得大哥死那天，她连眼泪都没掉一滴。第二天继续往后生。我们不管她，她性子多糟糕都无所谓，毕竟她是长女，等着男方入赘就好。哪像我们，只是家族利益联姻的筹码。你的岁数也快到了，老妖婆估计会把你许配给柳家三子柳云归，但你觉得你们够爱吗？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做出一番事业，但就因为我不是长女，所以就只能嫁人相夫教子吗？那有什么不好吗？你想让我变成三姐那样吗？可以呀。我天天回娘家拉着你诉苦，你也愿意？你俩可以对着诉，这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。况且我觉得那个柳云归要比你三姐夫强很多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够爱。你们根本就不需要爱。你觉得我和你爹有爱吗？我还是爱你的。我是你亲生的吗？这一点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是。反正我不嫁。来年开春怎么样？好日子。那我就只好离家出走了。别闹了，妮儿。我实在想不通，爹你一个超频高手，为什么事事听我娘的？因为够爱。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不可能像我三姐那样乖乖听话的。你若真的要离家出走，我们也不可能时刻盯着你。但那不算本事。我们季家常年是女人当家，需要以非常规手段笼络两柳季代4大家族以外的大户人家，这是100年前季代柳分家后的规矩。但为娘愿意为你破例一次。既然你一直自负于你的经商能力，并不逊于你二姐，那我就给你一笔钱。若是你能够在2年之内赚得10倍于本金的利润，那不仅能证明你有实力，也算是你能凭自己的实力为家族赢得利益。
那以后你的事你自己做主。本金多少？5000两。不止如此吧？条件一，不得借助家族的力量。不需要。条件二，投资一家成规模的铺子利滚利，那也不算本事。你必须找出全城最差的一家铺子进行经营。那还有点意思。条件三，收了铺子再聘请高级人才为你经营，依然不算本事。所以，你可以聘请苦力，但铺子里之前的员工必须留下，并且把他们培养成为你的核心成员。同理，你也不能改变这家铺子的初始属性。他卖梨，你就继续卖梨；他卖苹果，你就继续卖苹果。在我保留梨和苹果的前提下，也可以卖香蕉吧？你想要卖艺都成。你索性给我指定一家铺子吧。自己找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不一定能找出最好的，但一定要能识别出最差的。有条件4吗？倒是没有条件4，但我会时不时去抽查你店里的情况。拿钱。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要这样一个机会，然后凭借一己之力赢回本就属于我的决定权以及自由。跟掌柜的道歉，诚恳点，掌柜的就不会说什么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干嘛去了？一路了。堕落。赌博。我这有3份契约，你们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。月前5两，不够吗？好的。只有每个月最后一天可以休息，其余工作日每天从卯时到戌时7个时辰。这条有点苛刻啊。莫云城所有铺子都这么规定。今天是5月初3，也就是说，再过27天我们才可以自由活动。没错。那如果我们有急事需要请假呢？请假当天找我申请。如果是病假，需要医馆开的证明；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我会酌情给假。违约我们需要倒赔1000两，这个违约具体指什么？指你们在2年之内提出辞职。比如我无意间顶撞掌柜，比如他有意顶撞掌柜，比如他消极怠工，这些都不算违约？不算，只要你们确保工作期间时刻在岗就好。工作虽然难找，但工作好简单。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。我说一下我接手之后的计划。这条街上除了我们，只有酒楼、面点、肉铺、茶馆、兵器铺、油铺、茶叶铺7家铺子。街坊们想要买除此之外的货品，可能要在城里跑一圈。故，我们要把没有的商品尽可能的集中到我们店里。那也太多了吧？粮油、蔬菜、文房四宝、布匹、绸缎、胭脂、水粉。此外还能有什么？一时还真想不出来。你一时想不出来的东西，一时也不会有人买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如狗腿，比如猪脑。另外，我们还要给店铺改一个名字，原来叫无名杂货铺，大家听这个名字怎么想都是锅碗瓢盆什么的。所以我们的新名字可以改为无名百货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要把无名也改了呢。无名这个词是谁起的？我们仨，还不错吧？非常好。
因为我们就是从无名开始起步的。你要的杂货是38两，粮油蔬菜是5两，一共43两。把零头抹了吧，24两。你这零头是怎么抹的？我跟你们掌柜的特熟。你才认识我们家掌柜几天啊？没有多说。亲盖如故，况且100尺的生活离不开我，离开了我他会寂寞。你可真不要脸！哎呦呵，捉谁呢？听说你们被季家四小姐收购，前几天我搬家退给你那批货，我想原价赎回来，也就是19两。刚刚又买了5两的粮油蔬菜，一共给你24两。我这又不是盗墓，还赎回来，你咋想的？我们季掌柜上来就把我们支付的保金补回来了，我想给他省点钱。你这是省钱吗？你这是抢钱。你不答应，我就给自己禁足2个月，让你没热闹看。我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我要进1匹布。家主有令，不能将布卖给季四小姐的产业。你们消息这么灵通的吗？也不是，你们一共就3个伙计，能有多难认啊？我是严四方，是你们店里最高级的会员，我现在要提钱。玉牌呢？没有玉牌就没法证明我是严四方了吗？是的呀。那你现在有看到我身上有牌子写着我是你们祭祀小姐的伙计吗？可我知道你是啊。可你也知道我是丢了玉牌的严四方呀。你要想清楚，我现在只是没找到玉牌，万一哪天我突然找到了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诉你。当季家面对我这么大的客户时，他们会怎么处理你呢？我要进1匹布。你们每个月是只有最后1天可以休息，并且每天从卯时到戌时工作7个时辰吗？是的，那哥。那工作时间必须待在铺子里吗？那倒没有硬性要求。要不进来赌2手？我是出来进货的，不能进去。那俩男的又没跟来。你们这儿卖骰子吧？不卖。骰盅呢？不卖。牌九呢？不卖。赌桌呢？你要是进来赌，赢到一定程度，可以用筹码兑换赌桌。我们店里会不会缺几张桌子呢？没花完？我跟100尺交情匪浅，他多少要给我一点面子。季家的布，你怎么买到的？布放哪儿？没有桌子放布吗？果不其然，把桌子搬进去。今天是我们重新营业的第1天，不过我现在着急出去谈一笔生意，就不在店里陪你们了。你们好好待在店里，生意上尽量维持。上次破产就是我们仨好好维持的结果。但现在没有人来捣乱，我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。吃饭直接从柜台支银子，我先走了。你都不给我们安排一下分工吗？自行安排，我相信你们，好好干，干好了有分红。我们掌柜的人真好，专门买了一间铺子让我们重新起航，还那么信任我们，还要给我们分红。
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不会有分红。谁问你这个了？你是问我对这种被软禁的感觉怎么看吗？合约里那条必须时刻待在店里，而且请假需要当天申请，这不是牧云城的规定。知道你还签合约，别说你当时没意识到。假如季明昭是你的仇家或我的仇家派来牵制我们的，那他真的太高明了。因为签那份合约是我们当下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批痞子说是他找来的也不为过。而且他着急忙慌要去谈的另一桩生意是什么？我们3个的价格比他收购铺子的价格高多了。你们说，有没有另一种可能？什么？因为你们俩太穷了。什么？所以无法理解季掌柜既然可以租一间铺子给我们仨玩，也可以租另一间铺子给另外3个玩。那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？富有。那你怎么解释他专门买了我们家破产的铺子？给他提供水果。没见掌柜的走之前，专门从店里挑了新进的水果吗？谁会为了几个水果买一个铺子啊？有钱人啊。那他软禁我们是为了？你每月花15两租一个房子，你希望房子是移动的吗？我好生气啊！这种说不过还打不过的感觉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谁让我们是穷人呢？你别被他带沟里。麻烦通报一下范先生，无名百货季明昭求见。我们老爷正在闭门创作，谁都不见，请回吧。且慢，麻烦通报一下范先生，玉庭轩顾念九求见。我这儿有一幅沐风城贾大师的画作，想请范先生鉴赏一下。名师大家的作品，我们老爷早就看够了，请回吧。顾掌柜，季四小姐，是季掌柜。原来传闻是真的，您收购了牧云城最差的铺子。现在是传闻，将来是传奇，100年之后，我将会成为传说。您下手还真快。顾掌柜找范先生有何贵干？柳家要在城外建一座温泉浴场，现在面向全城招标设计稿。范先生是过去4年中标柳家产业设计最多的画师，今天登门拜访，是想和范先生聊一下合作。联合设计的名号吗？柳家这次将浴场建在了城外，开业前一定会在城里大肆宣传，而范画师的名号定然也是其中一环。想必季掌柜也是想来借机搭上柳家宣传的这股东风吧？我这种无名小铺刚刚开张，需要这种机会无可厚非。顾掌柜的玉庭轩这种成型店铺也要来迎付这个纪委吗？玉庭轩这种打着真品供应起号的店铺，才不得不需要更多的声望来维持店铺地位。你不简单。我以为蹭名号这种事儿是我第一个想出来。彼此彼此。不过范先生现在闭门不见，那我们想这么多也没什么意义啊。索性各自离去吧。妹妹请。还是姐姐先请。那走了。后会有期。哎，我的荷包哪儿去了？我帮姐姐找。欢迎下次光临。
你上午来的所有客人都只买菜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开个菜铺？你是想逼死我吗？我不想天天去订菜，我是怕吃苦。是那个殷白池对我有特殊要求，如果没有定期满足他奇怪的癖好，他就不会给我好脸色。他又不可能全天盯着你，看不到热闹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对啊，掌柜的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跟他请半天假出去买情报。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？你直接走呗。那不就算是旷工了吗？他抓到你是旷工，没抓到你就是恪尽职守。师傅说过，别人与你信任，你就不应该辜负他的信任。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这张带着浓烈赌场气息的桌子，你是从哪弄来的？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凶巴巴的。别转移话题。你真的关心吗？别跟我来这套！哎，真的是你们，好久不见。人渣！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些人甩干净了吗？拿钱办事儿，当然甩干净了。你需不需要找一份工作？我们可以把你引荐给我们掌柜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刚刚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有一位姓应的老板高薪聘我每天观察你们，有热闹看就立即通知他，没热闹看就不要打扰他。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？7两。我们直接去给殷白池打工吧，他想看什么我们就演什么。当然不行，季掌柜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，而且我们还和他签订了契约，更何况他还会给我们分红。这个季掌柜真的不简单啊！你也很不简单啊！你把我们脱身那天，和殷老板背地里跟了我一天，他知道你，你也知道他，想必这份工作不是他找的你，而是你找的他吧？托你的福。你是专门为了这个工作回来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观察你们也可以是一份工作呢？也对，那就是慕云城很吸引你喽。是你很吸引我。吸引你的不仅仅是这副好看的皮囊吧？小弟名叫魏东阳，本是惊涛门的弟子。前几日到沐风城拜访了一位师兄，才得知我们的山门惨遭37道毒手，而南啸天过去几年纵横江湖，也许会得知37道的线索，故专程回来向您请教。知道线索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自然是向他们复仇。那你应该加入我们，我可以帮你引荐给我们组织。复仇组织吗？什么复仇组织？听他瞎说！我虽不知道关于37道的任何信息，但在江湖上混的那几年，倒是听说过有很多打着搜查37道下落的诈骗组织，专门骗你们这类人的钱。不是的，要出门就抓紧，虚实之前回来。对哦。嘿嘿。小软，饭。季掌柜要回去了吗？我虽找不到他，但他未必不会回来找我。我可以等。那这一幕一定相当感人。想看啊？期待。直说了吧，你是怕你走了之后我会自己想办法进去吧？那你就略显小气了。成人之美有什么不好？我怕的不是这个，相信姐姐怕的也不是这个。姐姐怕的是一个人已经想到了进去的办法，
但如果没法把另一个人支走，就会被另一人借着东风一起进去。听上去，你也已经想到了进去的办法。没有想到进去的办法，因为你想到的是如何引他出来的办法。既然大家谁都不愿意离开，不如我们各施其谋，要进就大家一起进。至于范先生选择与谁合作，我们再各凭手段。好啊。想问什么？5年前，柳云霄烧了一座商铺，导致16人遇害。这件事的目击者是谁？谁告诉你5年前烧商铺的人是柳云霄？他本人。你是清净宗的？你真的关心吗？真的。我是。那你是内门还是外门？你的问题怎么比我还多？不好意思，职业病。你说的那个目击者不需要查，我知道他是谁。真的吗？你把钱补足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100两对吧？对。等我。烤鱼的那个说他不卖，但可以免费请您吃，前提是您要出去现烤现吃。哼，那我不出去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。外面还有一个什么季掌柜，在画一幅和您一个项目的设计稿。哦，画的如何呀？一言难尽。就是他俩。就这，还一言难尽？大概是一个丑字，不足以形容小女子的不自量力。多少人拿着名家画作来找老夫鉴赏，老夫都不屑一顾。没想到这么一幅画，却把老夫引了出来。您都做了1天了，也该出来活动活动了。还差点火候。说吧，2位究竟找老夫何事啊？我想恳求和范先生合作，在范先生中标之后，由范先生和我们无名百货联合冠名设计柳家的那所温泉浴场。我们玉庭轩也是一样的想法。找别人吧，老夫已经才思枯竭了，已经是一个老废物了。不吃了，老夫回去接着憋画稿了。你也觉得他有问题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废话，我是问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？他是冲着你来的，不是冲着我来的。这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说明他有什么问题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能说点有用的吗？你觉得他有问题，首先是因为你有问题。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你就不会觉得他有问题。有点道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说明我第一句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你说的对，人啊，或多或少都得有点问题。这人谁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
不应该吗？这位是应白室的员工，他是来……走。叶武之呢？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。不是要求你们好好待在店里了吗？掌柜的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早日赚得100两。目标定得这么精准。赌输了，这次身上彻底一文没有了。我会戒赌的，请大家监督。你是在我离开之后出去赌了1天吗？没有，我先是在店里好好工作了半天，然后才去赌场赌了整整1个下午。在去赌博之前，我还……不要再狡辩了！刚刚道歉态度那么诚恳，掌柜的不会说什么的。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谢谢掌柜。今天营业额怎么样？菜卖得不错，只剩了一点点，其他的只卖出了一点点。好，明天争取把菜卖光吧。除了我和严四方，你不要再向任何人透露你来慕云城的目的，包括季掌柜，包括他。我信任季掌柜。如果他是坏的，你便信错了人；如果他是好的，那他岂不是要分担你的压力与麻烦？没想到晚上他竟然还回来查了一次岗。如果他对这家店上心，他就不应该这个时候才回来；如果他对这家店不上心，他就没有回来的必要。对此，你作何解释？掌柜的上不上心不重要，但我们要上心。我们是为自己工作，不是为掌柜的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新鲜的蔬菜，买点儿吧。真的，就买一点儿吧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新鲜的蔬菜，买一点儿吧。真的，就买一点儿吧。太震撼了，他竟然真的做到了靠诚意折现。我去老王面馆那打听一点事儿，要是季掌柜提前回来，就说我去茅房了。好歹把菜卖光了再走啊！他这样要是还卖不光，我就把赌桌吃了。都是新摘的，绝对新鲜。芸娘来了，又是果儿。你俩让我清静点好吗？出城逛逛吧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找点灵感。饿了还有人给您烤鱼吃，渴了还可以吃水果。老先生去嘛，去嘛！哎，我太恶心了。您在这里如果没有更好的想法，不妨换个环境。哎呀，别犹豫了，走。这2年，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，拿画笔的手越来越抖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设计了。老夫给柳家设计的那8家店，你们能看得出区别吗？看不出，虽然大同小异，但还是能感受出区别。人们总喜欢用画龙点睛来形容设计，老夫却觉得这说法本末倒置。眼睛是想法，龙只是载体。30年前，老夫的技法尚未成熟，为柳家设计的第1家浴场，便是先点睛，后画龙。龙睛在那时看来标新立异，龙体却画得马马虎虎，但却被柳家家主看中了。当时那个少年向阳高歌，不仅是被认可，更因为在设计上的创新，无比的取悦了自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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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原来少年不是变老后才弓下腰低下头，而是弓下腰低下头才变老的。少年后来为了中标，连续复制了第1次的设计7次，成就了自己，成为了老夫。行将就木，却还妄想不自量力，还想再画一次柳家喜欢的设计，让功成身退这件事儿简单一点不好吗？未尝不可。为何不好？因为人死之前的走马灯很重要，生命很长，活一辈子要那么多天，走马灯的时候不可能划过所有的人生，只能捡几件重要的回忆。您的走马灯里有1件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，还有7件是垂头丧气。那么这个系列里的第9件，不管怎样，都应该是让自己不憋屈的，就算不能功成身退，却能取悦到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便觉得老子又刚又洒脱。然后坐起身，再活个几年。未尝不可。范先生寻求的是自我突破，可柳家是否需要一个创新的想法呢？柳家每次都招标设计，可8家店铺却一脉相承，并非是他们接触不到其他的设计风格，只说明柳家独爱您那颗龙筋延伸出来的所有龙体。范先生以为的一成不变，恰恰是他们需要的。何况新的设计被采纳，便说明它比旧的更好吗？便是突破吗？如果没被采纳，那所谓的自我取悦，便只是一种苍白的慰藉。2位小友说的又中肯，又有道理，又让老夫更加纠结，但心情却莫名的轻松了许多。这样如何？如果最终老夫竞标成功，你们2位都可以联合冠名我的设计。如此便多谢了。谢谢范先生。你们城里有个哥们儿，5年前劫杀了一个商队，死50人，之后又杀了2个衙役和1个世家公子，最后他也点了自己的铺子，烧死了16个属下。知道他是谁吗？当蜻蜓悬停在窗旁，要到来的会是阴雨还是艳阳？当稻草落入了手掌，谁该狂喜还是影响最后的绝望？是谁先伸手抵住善良？不忍你对这世界太过失望，是谁用一枪驰骋抵挡飞短流长？回家乡时已是暮色苍苍。若明白生会前会截然荒凉，会不会还有少年郎眸中带光，说要去闯荡？若一直酸甜苦辣终成仙，这世间百味还要不要去一一品尝？是谁怕回忆太漫长，穿林过巷只字不提过往？是谁
以为终难挣脱这无法愈合的伤，转头却发现早已有伙伴在身旁。我曾孤立于人群，熙熙攘攘，也被万家灯火灼伤过眼眶。可惜这世间隐藏的万般美好，许多事要同时过才能看得清本相。后来的我添了几分你的模样，敢嬉笑怒骂调侃人间无常，藏信仰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得一夜孤舟便可重新起航。新的你历经千帆，仍不失温暖，破浪而来，只为欢聚一场。